好，大家好，我是台北大学社会系的马国勋老师。那我想介绍一下我刚出的一本英文的专书，是跟在美国的另外一位学者 Simon Chen 合作的一本专书。那这一本书名呢是 Adolescent Wellbeing and ICT Use Social and Policy Implications。那这本书的关注焦点呢，基本上就是青少年在数位科技方面的应用、数位学习，然后数位落差。然后他尝试是用以跨国的一个视角来运用大规模的具有代表性的跨国数据，并尝试去融入更多的分析面向。简而言之，就是尝试去融入更多的不同的变数或是变项，来帮助读者们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完整一点的面貌。那进一步的谈到，这是一本什么样子的书呢？它运用2018年的跨国调查资料，分析15岁的青少年，然后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总共涵盖了28个已开发国家，包含台湾在内。那为什么要做已开发国家呢？我们常觉得在已开发国家里面，人手每一个学生、每个青少年都有一台电脑，人人都可以上网。那我们想知道的事情说，到底是不是还有数位学习落差？如果有，为什么会有数位学习落差，以及它用什么样子的形式呈现？然后这本书的另外一个目的是希望透过已开发国家的经验，来帮助我们传达讯息，可能给开发中或是贫穷方面的国家。也就是已开发国家现在在2018-19年遇到的问题，可能会是以开发中或是贫穷国家未来同样会遇到，在发展的轨迹当中会遇到同样类似的情境。然后我们也希望提供一个思考空间，就是因为现在后来发生了疫情，在2019 COVID 发生之前的疫情前的年代呢，其实很多的学者跟学校的老师跟学生们，还是觉得我们有一个选择，要不要用数位科技，要不要用电脑，在你的学习或是你的生活方面，你可以对数位科技带有怀疑、带有不确定性，可以选择不去使用它。如果你觉得它对你没有帮助，可是现在活在另外一个时代。在2019年之后，后疫情时代，我发现其实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了。所以这本书希望能够帮助后疫情时代，我们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一些省思。好，现在接下来提供第一部分的研究发现，有关于数位科技在教育方面的应用，如何影响到学生的学习表现。这是在我书里面的第4章。那我发现了一个所谓的一种倒 U 型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当学生们他们充分的应用 ICT， 也就是所谓的一些数位科技，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学习或是作业当中的话，对于学生们在阅读方面或是数学方面的学习成就是有一些正向效果的。但所谓的倒 U 型指的事情是说，如果你过度的依赖，或者说你重度的使用数位科技的话，其实它对学生们在学习上反而是带来负面的效果。然后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说，其实数位科技的应用对于学生们学习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家里面，它有一定程度正向的帮助。可是你在学校里面使用，好像它的那个正向的帮助并不是非常明显。这倒不是说在学校不能使用啦，这代表的事情其实是在这提醒我们说，我们在学校里面，不管是身为老师还是身为学生，可能真正的重点是在于老师的教学方式或者学生们的学习态度，而不是在于说这个教室里面是不是有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数位设备。然后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跟重要的发现是在于说，学生们如果在家使用数位科技在学习应用方面的话，对于增加他们的阅读兴趣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帮助的。可是如果你在学校里面用太多的数位科技，并没有办法明显的增加你的阅读方面的一种兴趣。然后另外一个想提到的一个隐忧，就是整本书整体上的观察发现到说，学生们在家使用数位科技，其实它是不断的去扩张优势学生在家里面的那种优势，所以也会增加劣势学生在家的劣势，像美国、澳大利亚跟东亚的国家，尤其是日本跟韩国。然后另外一个可能是比较负面的消息是，在学校使用数位学习或是数位科技，其实它并没有办法有效的减少优势学生跟劣势学生两者之间的那个差异。唯独几个国家，唯独英国、冰岛等一些北欧的国家。接下来我想谈一谈，学生们如果使用电脑或数位科技的话，是不是能够正向的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或是心理状态？
那这本书同样发现了一个倒 U 型的一个曲线，也就是当学生们使用电脑或数位科技的话，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带有一些的帮助。但是如果你过度的或是重度的使用它的话，那其实对你的心理健康反而是有非常负面的一个影响。可是以上的这些发现都只有当你是在家里面去使用电脑数位科技作为你生活当中的辅佐工具的话，如果你在学校使用数位科技的话，对于你的心理健康并没有什么正向的帮助。同样，另外一个值得注目的隐忧是在于说，我发现到，如果学生们在学校使用数位跟电脑科技的话，其实是有助于帮助优势学生在校的归属感 （sense of belonging）。可是这只有针对优势生而已，然后针对劣势生的话，好像反而是没有的。唯一的例外仍然是3个国家：英国、冰岛等北欧的国家。这一本书整体上要传达什么样子的讯息给读者们呢？那首先，我们从这一本书再一次的观察到，数位学习不平等其实是在逐年的不断的扩大的现象。那我们还是再一次提醒，这本书的研究资料是2018年，距离今天没有很远，但它发生的时间点是在疫情之前。在疫情之前的时候就如此，但疫情发生之后，那数位学习不平等对青少年们来讲的话，是扩大还是减少呢？这个值得我们去省思。然后另外一个，我自然会希望透过这一本书，透过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数据的整理分析，希望能够帮助读者，让他们看到一个更清楚、更完整的一个轮廓跟图像。因为我们知道数位科技它其实是两面刃，你不可能不用，可是你使用过度或是使用的方式不对的话，其实对于你的学习或是生活或是心理上的影响可能是负面的。然后其实对我身为一个大学老师来讲的话，其实这多少也有改变我在教学上面的一些想法。因为我们发现到数位科技的应用绝对不是只是把白板、黑板转成电子白板而已，也不是只是把课程从实体教室搬到远距教室而已，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所以我开始在写完这本书之后，我才认真的更进一步的思考说，远距教学或是线上教学上面，不管是就课程的长度、课程的步调、使用的教学的这个内容、使用的教材或是互动的方式，种种都跟过往不一样。其实它就是翻转教室的概念啊。我们以前翻转教室只是针对一些比较厉害的老师或是厉害的课程，可是现在人人都在做翻转教室，所以它帮助我去思考说，我们该如何去跳脱原本的教学的一个框架，是不是能够用一些新的框架或新的方式来应用这些科技产品？谢谢你们聆听，